不要出声！有人进了宿舍。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一件很恐怖的事：我们学校阳台是露天的，假如要从隔壁阳台翻过来，虽然危险，但也不难做到。而我刚刚晾过衣服，阳台门并没有锁，一个身影从隔壁翻了过来。完了！我绝望地闭眼，他不是在门口吗？别怕，是我，是小妮。他不是和小婉两个人在楼下吗？我惊喜地睁开眼，刚想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小妮一把捂住我的嘴，然后摇了摇头，继续对我做口型，别出声。他还不知道能从别的地方进来。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小妮能从阳台翻进来，门口的他也能，他找过来只是时间问题。小妮用力地拖过一旁的桌子，把他抵在宿舍门口。小妮仍然不放心，又拽过一个拖把别在门把手上。我瘫在地上，和他对峙着20多分钟，我几乎一点力气都没了。小妮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我们两个刚刚在楼下分开跑了，这里不安全，我们赶紧走。小妮拉着我的手，把瘫着的我从地上拽起来。我虽然完全不想动弹，但我知道小妮说的对。小妮继续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她有可能视力不太好。我刚刚进楼道的时候和她对视了，但她似乎没看见。小妮尽可能言简意赅地和我解释，我们尽量不要说话，打字就好。我和小妮蹑手蹑脚地靠近了阳台，我们的阳台和隔壁阳台的空隙不大，使劲跨一大步刚好能迈过去，只是周围没什么地方能抓着借力。我往下看了一眼，这可是4楼，一旦摔下去，估计和被她抓住的结果也差不多。小妮很顺利地翻了过去，动作熟练得不得了，应该也有她从小学舞蹈的原因，身体柔韧度和平衡能力都很出色，稳稳地落地。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小妮带我走向下一个阳台。我明白过来小妮的意思，从相邻的宿舍出去，依然避免不了和守在走廊里的她碰面。我们得一直走阳台，绕到整栋楼的另一个侧面，从那里的楼梯下去，才算真正的避开她。幸亏我们的宿舍楼建成了回字形，才让我们有机会在里面和怪物绕圈捉迷藏。我们两个用这种方式一直爬过了10多个阳台，终于到了边缘，楼的一角向外突出，格外难爬，只要跳过去就离开那个怪物的视线了。我们两个试探了几次，都没把握彻底的过去，气氛越来越焦灼。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不知道那堆家具是不是还挡着门，万一他冲破了门，来到阳台上，一眼就能看到我们。还是小妮先跳过去了，我看她稳稳落地松了一口气，咬咬牙，一大步跨过去。我尖叫出声，小妮反应迅速，一把把我扶住，然后捂住我的嘴，但我刚刚那声尖叫已经传了出去，在空旷寂静的校园里分外清晰，她肯定听到了。跑！小妮当机立断拉着我推开这间陌生宿舍的宿舍门，开门就是楼梯。我们两个从楼梯上一路往下狂奔，远处的高跟鞋脚步声由远及近，哒哒哒的响个不停。她果然听到了，我心里暗自懊恼，又不敢停下脚步，下到3楼。小妮低声地说：“分开跑。”说完，她转身跑进了3楼走廊。我继续往下跑，一路下到2楼，就近拉开一扇宿舍门，躲了进去，反锁上门，又拉来桌子抵住门，倚着门坐下，大口大口的喘气。这么多楼层，这么多房间，应该不至于立刻就被发现吧？我休息了一会儿，掏出手机，宿舍群里群聊竟然有99加。我先点开刚刚那条差点害死我的短信，游戏主题：捉迷藏，获得怪物线索，一定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提示：每名玩家的线索都不同，请自行选择是否把线索与其他玩家分享。第2个任务已开启，请再接再厉。任务列表：任务1，逃离怪物500米已完成。任务2，活过凌晨3点进行中。宿舍楼的人都不见啦，大家都藏起来啦，真相也不见啦，秘密全都藏起来啦，大家都在找呀找，找什么呢？墙上的字，夹板间的纸条，火焰烧过的一切，都是很重要的小秘密。快一点，再快一点，在他来之前弄清楚一切。躲猫猫的话，只藏好是没用的呀。任务3，未解锁，完成。任务2开启，活过凌晨3点，现在是11点，还有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我点开一直跳动的群聊消息提示，他们是真的不在意他也在群里吗？你们有没有收到短信？游戏任务那个吗？我收到了，我在网上看过这种小说，应该是无限流，一般完成系统任务就可以离开这里。我这边的线索是，他会慢慢学会新的办法，直到找到你们。什么意思？我看着小婉发出来这句话，脊背发凉，意思是说他在变强吗？那么现在是不是他最弱的时候？刚刚他撞了那么久的门也没进来，说明他并不算很强。我们有4个人，可以趁现在杀了他吗？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你会怎么办？接上文，我猛地站起来，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拉开门跑了出去。我没敢回头看，我知道我家卧室的床下肯定藏了一个人，床头的台灯连接了充电宝，如果没人操作，不可能无端熄灭。再结合那条信息，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一直与一个变态共处一室，是我太自以为是了，以为只要检查过，换了锁就肯定没事，却没有想到他还是潜进来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是我出门的时候，还是下午睡觉的时候？一想到这里，我吓得浑身发抖。在我熟睡的时候，他可能就一直在我家里的某个角落盯着我。就在这时，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隔着大门清晰地传进我的耳中。同样的时间，同样我跑到门口的一刻，门外都有一个人想进来。我生生止住了脚步，不经思索就钻进了洗手间。可刚进去我就后悔了，洗手间的门是毛玻璃，那个人只要一脚就能踹开，怎么办？对了，我下午去物业的时候存了一下保安的电话，就是防止晚上出现什么意外。我打开手机，拨打了保安的电话，快接呀！过了许久，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说话声，不过此时的我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毛玻璃上映出了一个模糊的人影，他来了。电话那边还能清晰地听到保安的声音：“苏小姐吗？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张了张嘴，哗啦一声巨响，洗
洗手间的玻璃门碎了，一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站在门口，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你是谁？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声音像我的身体一样颤抖的厉害，我不断地往后退，直到后背抵在了冰冷的墙上。我惊恐地看着他，步步向我逼近，不要杀我，求你！我一边求饶，一边往角落的拖把靠近。也许是人在危难时刻爆发力惊人，我抄起角落里的拖把，用尽全身力气往他脸上砸去。他摔倒在地上，我趁此机会迅速往外冲去。可我前脚刚迈出卫生间，一只冰凉的手就抓住了我的脚腕部，猛地往后一扯，我狠狠摔在了地上，手机脱手而出。此刻门外的声音还在，不过开锁不成后，他又拍起门来，声音又大又急，似乎迫不及待的要进来。他想进来的目的也不单纯，但此刻的我已经走投无路。我开始大声呼救，希望他能帮我一把。不曾想，外头的敲门声却在我呼喊后戛然而止，安静的像是从来没有响起过。紧接着，我只感觉后脖梗一阵剧痛，最后彻底失去了意识。当我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的护士看到我醒了，赶紧喊了人进来。进来的是之前那2个警察。原来保安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就立刻往这里赶，因为门打不开，还特地叫了开锁人员。结果就发现我躺在了卫生间的门口，旁边的玻璃碎了一地，是保安报的警。你除了手上被碎玻璃割伤了，其他并无大碍。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与警察讲述了我的经过，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调查的时候已经问过保安。经过保安的叙述，他们赶过来的时候，路上没有看见一个人，屋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躺着。怎么可能？值班室距离我住的这栋楼很近，怎么会一个人都没看见呢？一共有2个人呢。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要逃跑，肯定会打照面。我想到了什么，拿出手机开始查看昨天的信息和照片。可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个陌生的号码连同信息和照片又全没了。幸亏我早就料到会这样，在收到信息的时候，我悄悄截了图。于是我点开相册，准备把截图递给他们查看。可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截图竟然也消失了，手机里干干净净的，好像那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此刻我的背后毛毛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半夜，手机震动把我吵醒，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天冷，盖好被子。当我以为这是谁的恶作剧时，一张照片紧接着发了过来。照片中是一个熟睡的女人，她穿了一件粉色睡衣，被子一半掉在了地上。看着那张照片，我毛骨悚然。照片上的女人是我，可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啊。从这张照片的角度来看，对方是站在床前拍的。照片中的我穿着睡衣，床头柜上放着正在充电的平板，旁边衣架上挂着我昨天穿的衣服。这一切都表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就是今晚。冷汗从我的后脊梁冒了出来。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进了我的卧室，那他现在在哪里？环顾四周，没看见有人后，我光脚下床，迅速反锁了卧室的门。倚在门后，我的心砰砰直跳。进来的是谁？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可能就为了拍一张照片吧？出去看一眼是不可能的，我不敢冒这个险，因为他有可能还在我家的某个地方。我只能保证这间卧室暂时安全。我哆嗦着打开手机，我想报警，突然又一条短信跳了出来：你不想看看衣柜里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吗？我浑身汗毛炸起，我怎么没想到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卧室，而是藏在了衣柜里。那一刻，我有一种夺门而逃的冲动，可我又害怕一开门看到一张狞笑的脸。你是谁？我颤抖着手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一条短信，信息刚发出去，就有微弱的光从衣柜的缝隙透露出来。我不寒而栗，转身拧开锁就跑了出去，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大门。一个半夜潜入我家还给我拍照的人，目的绝对不会是入室盗窃这么简单。我现在要赶快离开家，只有离开才有生还的可能。我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只要轻轻的一拧，门就能开了。可下一秒，我的手像是被烫到了一般缩了回来。门外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是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我看见门把手开始转动，有人要进来了。我迅速反锁了门。2天前我刚搬到这里，就连男朋友都不知道我的住址，更没人有我家的钥匙。开门的是谁？门把手拧动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外面的人发现门打不开，似乎有些急了。就在这时，卧室里传出一声轻响，那个躲在衣柜里的人出来了吗？来不及多想，我迅速跑进小卧室，反锁了门，胸膛剧烈的起伏着，冷汗不知不觉间已经湿透了衣裳。怎么回事？卧室内有一个变态，而出去的路被另一个人堵死。此时恐惧已经占据了我的大脑，开门声已经演变成了一阵砰砰的砸门声，声音越来越急促，一下下就像拍在我的心上。我哆嗦着拿出手机，绝望中颤抖的手拨了好几次才打通报警电话。我颤着音说明了情况，警察嘱咐我一定要藏好，不要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他们会尽快赶到的。挂断电话，拍门声没了。我仔细听了好一会，一点声音都没有。黑暗中好像只剩下我的呼吸与心跳声，难道他们听到我报警都吓跑了吗？我长舒了一口气，正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的时候，手机又震动了起来，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回头。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书接上文，我已经从教室逃到了教师宿舍，找到了一个带着密码锁的盒子，唯一的线索就是墙上的画了。解开了密码，我发现里面放的是一个银质沙漏，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先拿着吧。搜寻一圈无果之后，我直接去了后面3间宿舍，连张纸都没有，只有厚厚的灰尘。这里仿佛像是很多年没有人居住过的地方，我心里默默感叹了一下，这里当年是发生过多大的灾难啊！为了加快搜索进度，我回到了楼道中，正要往第2层走时，我听到楼上传来剩下4个玩家说话的声音，但我暂时不想与他们碰面，我加快了去往2楼的步伐。当然
还是用滑的，因为这种校园逃生让我联想到校园7大恐怖传说中的第13阶台阶。我不知道的是，沈岩4人在去往3楼时却选择了走楼梯。走在前面的3人在一脚踏上楼梯的时候，都开始嘴里默默地念着1、2、3。而走在最后的戚允见此，收回了差点踏上楼梯的脚步，行走如提线木偶般的3人。当他们数到13时，一道黑光闪过，3人皆是掉入一道突然出现的缝隙之中。此时的我正站在2楼平台上，空旷的楼梯间传来了几声惨叫，就又恢复了平静。是沈岩他们，看来他们选择了走楼梯，应该是我的猜测对了。这楼梯真的有古怪。下课了，2楼也都是宿舍，不过我看到2楼的宿舍外观都是被烧焦的样子，黑漆漆的门框似乎风一吹就会裂开。这学校当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我推开了第1间宿舍，这是一个4人间，床只剩下被烧得乌黑的支架，整个宿舍一眼扫过去空空荡荡的。我猜测这里是学生宿舍，只是为什么学生宿舍是被大火烧毁，而教师宿舍却只是积灰，但是并无大碍。想必当年学生宿舍恐怕发生过什么。我又仔细地搜了一遍，确认这间宿舍真的没东西后，我就想去别的宿舍瞅瞅。刚走到门口，发现门外站着个男人，我满眼戒备，他居然扑哧一声轻笑了出来。怎么就剩你一个了？其他人呢？似乎并不意外我的问题，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都死了。好吧，还真是言简意赅。我转头又看了一眼宿舍，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物品了，只有被烧得黑乎乎的墙面和床架。等等，墙面！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开始仔细检查墙面。我在其中一张下铺床的旁边那面墙上成功敲下来不少黑灰，这上面竟然用小刀刻着什么，一笔一画极深，似乎饱含了无数怨恨。我艰难地变换方向地辨认着自己，终于从无数的划痕里拼凑出一句完整的话：欺负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这是校园暴力。我将结果告诉了戚允，很明显，从他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也没有多意外。就在我们走向楼梯间的路上，下课铃又响了。这是第4次下课铃响了，这意味着学生们放学了呀。放学了，他们大概率会回到宿舍来，而下课时间我们也无法进入楼道。此时的楼梯间早已经化作光秃秃的墙面了，只有最后10分钟了。10分钟想不到新的出路，我们就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里了。我拼命地想着一路的线索，只有一个时间的尽头和找到的银质沙漏，但是我还没弄清楚它的意义。时间一点点流逝，我能感觉到戚允也开始紧张。怎么办？要来不及了，实在没有思路之后，我把我的线索快速地和戚允分享了一下。过了大概10几秒后，我和他互相对视一眼，竟异口同声地说：沙漏。是啊，我怎么一直忽略了游戏早就给予我的道具？时间的尽头就是利用沙漏倒流回到过去的意思，回到时间的尽头就是回到过去，并让玩家阻止校园暴力的发生。我已经听到楼上开始传来推搡打闹的声音，刻不容缓。我将沙漏倒过来，随着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飘落到下方，我看到周围的景象在一点点变化，被烧毁的宿舍在一点点翻新，直到景象完全稳定下来。正当我想松一口气时，戚允突然拉着我躲到了寝室隔壁的厕所间。我刚想出声询问，就听到远处传来喧闹声，而且正在不断接近。那是3个女高中生。我看到一个神情张扬、绑着高马尾的一个女孩走在最前面，她一边兴奋地和其他人说些什么，一边打开了我和戚允刚刚进去的那间宿舍的门。等他们全都进去以后，我和戚允偷摸着出来，我决定轻靠在宿舍门上窃听，而戚允在外放风。梦梦，你说那个小狐狸精这次还能折腾得起来吗？我听到宿舍里传来一个带着咬牙切齿怨恨的声音。哎呀，学姐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学校论坛上挂了他3天3夜，一定能让他彻底发烂发臭。一个女生轻蔑地笑了一声，剩下一个人也在附和着他们的计策。3人一边讨论一边放肆地笑，甚至有很多内容异常狠毒。这哪里是普通的校园暴力，分明就是网暴。我的心都被揪到一块了。当年的受害者该是经历了怎么样的绝望啊！我直起身子把情况简单的和戚允说了一遍后，他轻声对我说：去楼下看看。我这才意识到这是过去，这里还是一所正常的学校，应该没有那么多生死危机。我们轻而易举地下到了1楼，我愕然地发现这里是汇集了无数学生的小广场，似乎小广场中央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和戚允挤到前方才看到这里是学校的公告栏，上面贴着10几张日记。我粗略地扫了一眼，像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暗恋日记。日记末尾处的署名被人恶意用红圈圈了出来，安晴。看来这也是校园暴力的一环。我听到周围同学的议论纷纷，才知道安晴的暗恋对象竟是校草，而她本人是个相貌平平无奇，所以不少同学都是咒骂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年少的人或许根本不知道出口可以伤人，一个个脸上都是一副正义的神情。这个安晴是不是论坛上被爆出被包养的那个安晴？我听到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道假装刻意惊讶的询问声。我寻找声音的来源是刚刚那间宿舍里的其中一人。我看到不少学生掏出手机，然后更加义愤填膺地在底下评论，不堪入耳的话纷至沓来。就在我气愤不已想要替他们爸妈管教一下这些熊孩子时，几名老师来了，他们驱赶了在这里胡闹的学生们，然后撕下了公告栏上的日记。但是我听到他们在端详日记的时候，嘴里分明说着花样年华非要自甘堕落，竟到处惹是生非。这所学校的老师竟如此的不顾流言之危，以个人主观臆断一个女学生的清白吗？越想越气，这所学校里恐怕没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人了。我要回到宿舍去找那3个女学生算账。意外的是，戚允拦住了我。你以为我们真的回到了过去吗？安晴自始至终都只是活在别人的言语中，你有真的看到过她的样子吗？甚至你有想过为什么学校只是一栋楼吗？宿舍和教室为什么放在一起吗？戚允的话语连环击中我的心。是啊，我怎么就这么轻易地被煽动了情绪呢？话刚说完，却看到楼外又聚集起了一堆人，老师、学生，甚至还有消防员和救护车，而他们无一例外都在以一个诡异的角度仰着头。人群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就是每个人都在直勾勾地看着上面。
我顺着他们的眼神往上看，这栋楼的楼顶处站着一个身穿白裙的女孩。原本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身白裙，但是她似乎感觉到我们的视线之后，竟微微偏头，露出了她的面容。她长着点点雀斑，也不算很白。此时她正在阴恻恻地看着我俩，露出一个难以莫测的笑容。我吓得低下了头。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一声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女孩跳楼了。随之而来的是楼底下的人的头刷刷地变化了角度，朝着我和戚允看来，他们的眼神里充满着渴望，以及闪动着嗜血的兴奋，似乎是想立即扑上来将我们撕碎。我吓得后退几步，忽然一个空灵美好的声音响起，果然，多少次都是这样的结果呢？吃吃吃吃，你们也留下来陪我吧。说到最后，整栋楼都在回响着最后几个字，刺耳尖锐到让人耳膜不舒服。这栋楼，安晴幻化成了这栋楼。这里不是学校，而是安晴的内心，所以一切的设施都是按照她的内心来幻化的。一直没有动静的戚允像是想通了什么一样突然出声。戚允的话点醒了我，难怪这所学校的设施安排如此诡异，每个楼层的毁坏程度不一样，原来是怨恨程度不一样。安晴按照自己的内心把老师同学都安排在了不一样的地方，她的抱负可能不止于毁了学校，而是要永远禁锢着他们。要找到这栋楼里的生路，可能就要找到安晴内心里的最后的柔软。思及至此，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安晴的床铺旁那面墙，可能生路是被隐藏在墙面里。我们快速向2楼的宿舍跑去，那些人现在暴露出了真实模样，一个个都是灰白皮肤，身体僵硬，却又快速向我们逼近，嘴里还有撕扯怒吼的声音。一时间2楼的楼梯间人满为患，戚允死死抵住了宿舍的门，墙上果然出现了一道门，只是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墙上还幻化出了很多文字：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refuse 拒绝，对，是拒绝，拒绝校园暴力，拒绝网暴，拒绝冷眼旁观。我打开了门，拽上底门的戚允进入了门内，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我知道，我又完成了一次逃生。突然回到高中时期，你会开心吗？我不开心，因为新一轮的死亡逃生又开始了。时间过得很快，3天时间转眼即到。睡前的我准备刷回短视频睡觉，而熟悉的画面袭来，我意识一黑。等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我居然趴在课桌上。是的，没错，就是高中校园里那种单人课桌。我看向了讲台，居然站着一个背对着我们的老师，而我周围也都坐着穿着校服的同学，脸色都很白，神情木讷，现在一动不动地看着讲台。不过我又发现几位和我一样没有穿着校服的同学，看来也是玩家，甚至我都看到有2位玩家脸上无法掩饰的恐惧。我把眼神收了回来，现在情况未明，不打草惊蛇是最好的选择。上课铃突然响起，这个课堂像是突然被注入活力一样，老师缓缓地转过身来，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嘴被缝住了，根本张不开。一道沙哑的声音从他身上诡异地响起：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的课堂，在我的课堂上就要遵守课堂规则，不然老师就要惩罚不听话的差生了呢。没想到老师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我，然后努力微笑地说：今天我们班上来了6名新同学，让我们大家欢迎他们做个自我介绍。闻言，台下穿着校服的学生们都二话不说机械地开始鼓掌，鼓掌鼓得十分整齐。大家好，我叫夏瑶。见状，我只能硬着头皮站起，快速地说了一句自我介绍，而其他玩家也是如此，纷纷介绍了自己。最后老师点了点头，似是很满意一样，开始了上课。不过我还是听到了他之前诡异话语中一闪而过的课堂规则，拼命搜索了一下我早已远去的高中记忆。课堂规则都有哪些啊？比如基本的不能交头接耳，不能打瞌睡。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违反课堂规则很有可能触发老师杀机，我还是得尽快从这所学校里逃出去。陆天天，老师一声近乎怒气值破表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是一个浑身站立、身材微胖的女生。听到老师的怒吼，她颤抖着站起来。老师，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不要在课堂上发出声音。看来你是不能好好听话了。科班长，你来帮老师处理不听话的学生吧。紧接着，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老师校服的一脸惨白的男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着陆天天走去。而我明显地看到陆天天的脸上布满了恐惧。就在下一秒，被唤作科班长的男生伸手直接掐断了陆天天的脖子。周围穿校服的同学却依然面不改色，一动不动。科班长抽回了手，又慢悠悠地走回到他的位置上坐好。很好，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接下来开始课堂提问。老师似乎是欣慰地看了科班长一眼。提问？我想了想，这应该是这一关给我们的考验吧。而且根据一般的课堂规则，我们不能对老师的提问坐视不理，否则在这里可能会被视作破坏课堂规则的。潇潇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正想着，就看到老师的眼神投向了一个女玩家。几乎是话音刚落的一瞬间，我明显的看到潇潇脸上瞬间气色全无，整个人哆哆嗦嗦的站了起来。看来他还没有慌到忘记规则。很好，肖同学，请问如果你和其他2个人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断了吃喝3天，但只有你知道会有好心人送来食物，食物只够2个人吃，你要怎么分配？老师沙哑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教室里显得万分诡异。潇潇一时语塞，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滑落，他甚至焦急地看向周围的玩家，像极了上学的时候被提问不知道答案求助同桌的场景。但是现在答不上来是要命的呀。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直觉告诉我没有那么简单，可是一时间也想不出答案。分成3份。潇潇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很抱歉，回答错误。肖同学，你还有一次机会。老师露出一副早就知道你答不对的表情，而且还有一闪而过的嗜血和兴奋。听到老师的话，潇潇吓得直接瘫软在座位上，他本就吓得惨白的脸更是血色全无，他全身都在发抖，根本不敢再抬头与老师直视，更不要说继续回答问题。肖同学好像不太尊重老师呢。同学们，你们说该怎么罚呢？
老师那被封住的嘴又开始试图露出微笑，此时他似乎颇为兴奋。沙沙沙。突然，所有穿着老师校服的同学都用一种冷漠的语调机械地回复着老师的话。好，既然如此，那老师就听从大家的意见，亲自处罚你。不要，求求你，放过我！潇潇慌地摔倒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爬。可是这并不能阻拦正在向他不断飞速前进的老师。几乎只有几秒的时间，老师便是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见状，我不忍再看，把头扭了回去，只听得空气中潇潇戛然而止的声音。难道这是必死局？不回答问题是死，回答问题错误也是死。我不仅要逃离这个班级，还要逃出这所学校。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如果你突然回到高中时期，你会开心吗？我不开心，因为新一轮的死亡逃生又开始了。接上文，老师，这道题我知道答案。一个浑厚的男音从我背后传出，回头一看，竟也是位玩家。他此时正眯着眼看着讲台，似乎是十分自信。这道题的答案就是把另外2人中的一个杀死，就能拥有足够的食物了。老师露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说道：“沈岩同学回答得真好。不过老师的最优解是趁2人不被全部杀死，独享食物。这题目还真是反人类思维。继续待在班里可能会遇到不可预估的情况，我必须得尽快逃出这里。怎么样才能不和老师起冲突，又能离开教室呢？”哎呦！我的呻吟声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我捂着肚子，眉头紧皱，甚至额头还渗出来了1-2滴冷汗。当然，这是我自己掐自己的原因。我举了手，得到老师示意之后，假装挣扎着站起来，小声说道：“老师，我肚子突然不太舒服，可不可以去校医院看看？”我偷瞄着老师的反应，一有不对就只能动手了。奇怪的是，老师听了我的话后，竟然慌张地瞅了一眼闹钟，这个动作极快极隐蔽，似乎是不想引导别人发现闹钟。然后他依旧一脸冷漠地对我说：“夏瑶同学，那你就自己去吧，路上小心，外面那帮人可不好对付，别怪老师没提醒你。”好好，我轻声回复后，就捂着肚子慢慢地朝门口走去。直至我完全离开门口时，整个班级都是静悄悄的。离开班级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身后是一堵墙。我敲了敲，是货真价实的墙面，根本就不是班级的大门口。来不及想太多，时间所剩无几，等到下课，这所学校恐怕会发生变化。我要尽快多搜集一些线索。我顺着走廊来到了楼梯间前面，左上角用暗红色的颜料歪歪扭扭写着4楼，而我看到这里只有通往楼下的楼梯，而楼上又是一堵墙。这学校怎么到处是墙？学生和老师也都不正常。就在我犹豫要不要下楼时，我那强烈的危机直觉又出现了。空空荡荡的学校突然回响着铃声，下课了。我没犹豫，顺着4楼的楼梯扶手滑到了3楼的平台上。等我看清3楼外的陈设时，不由得大惊失色。3楼赫然就是一间宿舍。我数了数，一共有4间宿舍。不过此时宿舍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小心翼翼地走出来，看到左手边就是一间宿舍的大门，而右手则是一条黑暗幽深的走廊。我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动静，屏住了呼吸，轻轻打开了没有锁上的宿舍门。扑鼻而来的是淡淡的墨香。我粗略地扫了一眼，是4人间，中间还有一张大桌子，然后就是一个小阳台。所幸宿舍里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我看到桌子上似乎摆放着什么，便凑了过去。桌子上是一本教案，零零散散写着很多课程方案设计，看来这是教师宿舍。不过等我翻到最后一页时，看到了几句奇怪的话：“他来了，他来了，所有人都会死的，时间的尽头才可以拯救。”这几句话写得十分潦草，甚至可以说是乱写一通的草稿里找出来的。拯救应该说的是生路，但是什么是时间尽头呢？我打算在房间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很快，我在床底找到一个带着密码锁的盒子，密码锁是4位，唯一的线索就是墙上的画了。墙上的图案是解开密码门的线索，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擦去灰尘，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这是3、6、7。紧张地输入了密码，门开了，诊室里空无一人。我一闪身进了诊室，诊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以及2把椅子，甚至还有里间给人来休息。我看到桌上有本名字被污渍盖住的册子，好奇地翻开后就看到了这样的字样：1号失败，2号失败，3号失败，1000号成功。是在研究什么吗？直觉告诉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脑子现在一团糟。我在诊室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有用的线索，直到去看里间的时候，发现门被锁上了，而里门有一段距离的沙发上放着一张小卡片，难道是电卡？我正在想着要怎么进去时，门外响起了一声尖叫。我看到里间有一只绿油油的手在转动门把手，我吓得赶紧躲在办公桌底下，手上紧紧握着刚刚顺手拿的拖把，准备面对未知的恐怖。我听到诊室的门被打开了，似乎走得比较匆忙。我等了几十秒，确定毫无动静之后，一个箭步冲进里间，拿走了放在沙发上的电卡。准备离开的时候，余光看到了旁边被帘子遮住一半的床上躺着一个人。惊讶的是，那人居然和袁毅长得一模一样。我把电卡放在了裤子的口袋里，握紧拖把，一步步向袁毅走去。走近了，我看到床沿上挂着一个病历，上面写着袁毅女克隆第1000号第一次观察中。这间医院里不止一个袁毅，那刚才跟我在一起的袁毅是谁？此时门外传来动静，我赶紧躲在门后。透过玻璃我看到袁毅被怪物拖了进来，我看到他们在诊室里大打出手，我还听到一个男女莫辨的声音说道：“居然把本体放出来，他们怕是活腻了。”看来我没有找错队友，否则早就暴露了。见此情况，我不再犹豫了，扭开门把手冲了出来。袁毅很是惊喜：“夏姐姐，快救我！”我用拖把挥过去，抓着袁毅撒腿就跑。啊！站住！我要把你们统统抓来做实验！听到这句话，我们跑得更快了。我们很快找到了电梯，我把电卡掏了出来，插在电梯旁的一个小口上，就看到电梯正在从负一层往上运行。有救了！还好，那怪物直到现在也没追来。等等，没追来？
我突然发现我忽视了一个细节，冷汗瞬间冒了上来。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袁毅我姓夏吧。与此同时，我身后的袁毅发出了一声鬼笑。正当我刚刚意识到这个袁毅有问题时，电梯正好缓缓打开。我趁袁毅还没反应过来，趁机将他推倒，迅速跑进电梯。此时的袁毅离电梯还有4、5米远。等他冲过来时，电梯门已经彻底关上了。我只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极其难听沙哑的尖叫。此时我靠着电梯相止不住的后怕，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看着电梯此时已经在负1楼停好，准备开门，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叮，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开着白炽灯的走廊，因为或许很久没人来了，这白炽灯有些快支撑不住了。虽然不闪，但也就是堪堪照明。这一层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拿出地图，看到紧急逃生通道显示就在太平间旁边，似乎这逃生通道指的是这家医院用来运输尸体的通道。我倒吸一口凉气，强压住心中的害怕，收起地图，轻手轻脚地朝太平间摸去。太平间门是开着的，不会是有什么跑出来了吧？等我悄悄靠近太平间后，愕然发现太平间旁边5、6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门把手，看着像是将门融入到和墙壁一个颜色，借此来伪装。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安个门把手？我心里又是吐槽了一句。我快速掠过太平间的门口，我可不希望里面有什么东西注意到我的出现。正当我准备扭开门把手时，一股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一路走来也太轻松了吧！我又犹豫了，我双手并用，在这面墙上再摸了一遍。奇怪的是，真的没有什么异常。我认真的想了想，我是漏了一层的线索没有去寻找，可能负1层的故事会在1楼有介绍吧。逃命要紧，我咬牙一把扭开了墙上的门把手，接着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我知道，我真的完成逃生了啊！头好疼。等我醒来时，发现已经是早上9点了。我居然完了个通宵。丁银行卡入账10万。正当我疑惑时，又一条熟悉的短信声传来。点开短信链接，发现第一页上写着恐怖医院内测玩家第106号。接着下面用图画叙述了一遍我的表现和经历。游戏奖励10万，下面似乎是用鲜血写的字，恭喜过关，距离下一场游戏开始还有3天。丧尸病毒爆发，而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我只想活下去。我瘫坐在地上，浑身是血，我不知道这是丧尸的血还是我自己的血。呼吸，剧烈的呼吸，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紧闭双眼，努力让自己的身体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我只是想起了几个月前丧尸病毒还没爆发的高中生活。那时候我读高3，刚刚下课，因为临近高考，班级里有一半的人仍坐在座位上刷题。我快步走到厕所，用冷水洗了把脸，心里的烦闷和课上的困倦都消减了一些。每天熬夜高强度学习，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喂，郑旭！旁边蹲在厕所坑位里偷偷看手机的王阳喊了我一下。你看这条新闻。我拿过手机扫了眼屏幕，新闻说的是最近在世界多地爆发了一种新型病毒，蔓延速度极快，目前各国已经开始合作研发疫苗。我一脸不屑地看着王阳说道：就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哪年还没个再没个难了？咱们防控的好，这事轮不到你操心，赶紧把你数学作业补完的了。王阳一边收起手机一边说道：那倒也是，走，打预备铃了，赶紧回班。还剩最后一节数学课就放学。听了一会，我再也抵挡不住困意，叮嘱好同桌王阳好好听课，下午给我讲题。我就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朦胧中听到身后女同学说道：老师，丁玉诺不舒服。数学老师快步走到坐在教室后面的丁玉诺身边，摸了摸他的头，皱眉说道：有点烫，你们俩扶着他去门卫室，打电话让他家长来接。还剩差不多20分钟。其他同学把这几天的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中午到家吃过饭，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热搜上显示丧尸病毒爆发。我随手打开看了看，都是网民在说新型病毒是丧尸病毒，感染者会变得像丧尸一样见人就咬。这时我爸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说道：儿子，我看新闻上说好像最近有什么挺厉害的传染病啊，你买好口罩，做好防护。我也赶忙回应道：爸呀，我看这个病毒不简单啊，你赶紧多买点吃的喝的备着吧，没啥事就别出门了。听到我爸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才不安地挂了电话。我爸在老家种水稻供我读书上学，给我在江市租了一间房子，办了走读，让我不用住宿舍。我奶奶则是来到江市陪读，跟我住在一起，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告诉正在浇花的奶奶，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就走出家门赶去上学。家里的吃喝我不用担心，老人都比较节省，家里的冰箱堆满了减价时奶奶买的食物。刚到班级，我便发觉气氛十分压抑古怪。同桌压低声音告诉我，上午请假的丁玉诺出车祸了，整辆车都撞扁了，救护车上的司机和医生，还有大货车司机全部当场死亡。听到这儿，我心里一沉，但那个大货车司机是什么情况？酒驾？报复社会？想到这儿，同桌突然补了一句：听说那个大货车司机感染了病毒，怎么现在连我们江市都有感染案例了？嗡嗡。班级上方的学校广播突然传来一阵杂音，下面播报一则紧急通知：由于我市出现新型病毒感染病例，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校实施紧急封校，全体人员不得外出，食物由学校食堂免费提供，所有人员不得外出。再播报1。不等播报完毕，班里就炸开了锅。封校？学校有毛病吧？戴口罩不就好了吗？早知道把手机带来了，我今晚还得出去补课呀。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好，事态竟然已经严重到封校的地步了。我顿时担心起了我奶奶还有我爸爸，不知道他俩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班级里很多座位是空着的。下午有将近1小半的同学没来上课，难道也是因为丧尸病毒？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天已经阴沉的可怕，仿佛在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风暴，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降生。丧尸病毒爆发，而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我只想活下去。我校实施紧急封校，全体人员不得外出。接上文。30分钟大课间，我和王阳准备补一觉，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听到班级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叫喊声，还有很多人在走廊奔跑的声音。我抬起头，刚要起身到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张信突然一头扎进了教室，差点扑到我的桌子上。他的神色极度惊恐，他语无伦次的大喊：
他妈的，丧尸！丧尸！真他妈有丧尸！不等他说完，我冲到班级门口，看到走廊里的人全部在惊慌的奔跑，方向不一。我踮起脚望向走廊两边的尽头，这一看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只见有一大群人仿佛失去理智一般在追赶着逃跑的人，有同学被他们追上之后就被立即扑倒撕咬，血染红了他们的校服。被撕咬的同学开膛破肚，根本无力挣扎。那些躺在地上仿佛死去了的尸体，在短暂的安静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加入到追逐活人的队伍里。丧尸真的爆发了！我已经被这血腥的场面震惊得愣在了原地。这时丧尸群已经接近了班级门口，张信狠狠地给了我一拳，大喊道：“别他妈愣神了，赶紧关门！”压制住恐惧，和张信立马把前门关上，插上了门栓，用身子抵住了门。咣咣咣，门被剧烈的撞击，透过门玻璃我看见门外是我班的同学。刚要开门，张信立马把我的手拍了下去：“你他妈是不是傻？他们被没被咬你他妈知道吗？”门外的同学还在不停地锤击着门，嘴里还一直冲我和张信喊着救命。我实在是受不了，推开张信打开了门，把门外的几个同学放了进来。几个人刚进来，立马回身要把门抵住，可是丧尸群已经扑到了门前，一股巨力从门上传来，我们几个人使出吃奶的劲也关不上门。一只丧尸嘶吼着，半个身子已经探了进来，在我的身上抓摸着，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几个，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传进我的鼻腔，让我止不住地干呕。这时我余光扫到冯小旭也在教室里，冯小旭是我暗恋的女生，她正不知所措地捂着嘴巴站在讲台上，我冲她大喊：“躲到讲台里面！”她还在原地愣神，我用尽全身力气冲她吼道：“赶紧的，躲到讲台里面！”她赶紧转身打开讲台下面的铁门钻了进去。我看着门外的丧尸，又回头冲着冯小旭喊道：“冯小旭，我他妈喜欢你！”王阳下课一直在睡觉，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他看向门口的丧尸，冲我大喊一声：“你躲开一点！”随后对准那只半个身子探进来的丧尸狠狠踹了一脚，那个丧尸仰面向后倒去，把他身后的丧尸压得后退了几步。得到机会，我们几个男生立马把门关严。门外的丧尸更加疯狂地拍打着门，伴着嘶吼声，掺杂了血液的口水被喷在门玻璃上，木质的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和几个同学只能死死地抵住门。但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我惊恐地告诉张信：“后门好像还没关。”我们几个人一起看向后门，大课间班级本来就没多少人，此时后门只有2个女生和1个男生在抵着门，作用却十分有限。一只丧尸连带着脑袋已经大半个身子进入门内，有一个女生突然蹲在了地上哇哇呕吐，那呕吐的女生蹲在了地上，少了一个人抵门，后门顿时被丧尸冲开。另一个男生刚想上前关门，却直接被进来的几只丧尸扑倒，而那个蹲在地上的女生见到身边的男生正在被丧尸撕咬，受到了刺激，突然发了疯一般的尖叫着向外跑去，结果刚出门我就听见尖叫声戛然而止。怎么办？住在对门的那个男人好像杀人了。周五晚上10点，打算早早睡觉的我再次去检查了一下防盗门是否有反锁。和往常一样，作为独居女性，我十分有安全意识。然而对门却并不受暴雨的影响，传来的吵闹声依旧明显。对门住着一家3口，是年轻小夫妻李建明和杨蕊以及他们4岁的儿子杨洋。小夫妻在小区不远处开了一家面馆，味道不错，我是他家的常客。我有时候周末不出门，点外卖也是点的他家，每次都是杨蕊给我送的餐。小男孩杨洋也在楼道碰见过几次，白白胖胖的，每次碰见都爱发给我奶糖，可爱得很。可最近总是从对门传出吵架声，还好声音不是很大，并没有太影响邻居们休息。久而久之，我习惯了对门小夫妻吵架这件事。我心里自嘲道：如果哪天不吵，都要怀疑是不是出事了。不过今天对门的吵架声比以往还要大声，我听见楼上的老太太已经忍不住出声指责李建明和杨蕊了。可是我今天实在是太困了，伴着吵闹声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尖叫吵醒了我。我茫然地坐起身，打开床头灯，没亮。我借着手机的亮光到了客厅，客厅的灯同样没亮。我正准备出门看看是不是跳闸了，外面传来砰的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声让我清醒不少。半夜独自一个人去楼道里，这可有点危险。脑海里警铃大作，我谨慎地靠近防盗门，小心翼翼地通过猫眼查看外面的情况。楼道没有亮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看来是整个小区都停电了。外面的暴雨还在继续，我的瞌睡又来了。见楼道里没有异状，正准备回去继续睡觉，这时天空中一道闪电劈过，一瞬间照亮了楼道。待看清楼道里场景的那一刻，我双手立马捂住了猫眼。我不敢相信我刚刚看见的那一幕。对门防盗门敞开，李建明正举着一把菜刀往下砍，杨蕊满身是血趴在地上。报警！对，马上报警！我竭力让自己冷静，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将自己埋在被子里，颤抖的手点着手机，可最后一个号码还没按下，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停电了，杀人犯就在外面，报警电话也打不通，我到底该怎么办？稳住！李建明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现在只要保障我不出家门作死，等到来电报警，等到明天我就没事了。我摸着黑，蹑手蹑脚反锁了卧室门，并找到了窗台上的晾衣杆，牢牢地抓在手里。手机有电时，我看过时间，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只要再撑过3个小时，天就该亮了。砰砰砰！有人在撞击我家的防盗门。李建明发现我了，我立马从被窝里爬起来，躲进了衣柜，手里死死地抓着晾衣杆，盯着衣柜门不敢闪神，全身肌肉紧绷，手心里不停地冒汗。我现在有防盗门、卧室木门、衣柜门3层保障，李建明应该闯不进来。救命！救救我！耳边传来杨蕊虚弱的呼救声。我在衣柜里不敢动，极力地说服自己是出现了幻听。我在衣柜里不应该能听到门外杨蕊求救的声音。暖暖，救我！杨蕊在叫我救她。我猛地打开衣柜门，在迈脚的那刻，窗外又一道闪电劈过，这让我清醒了不少。杨蕊的声音消失，撞门的声音同样也消失了。我的眼泪彻底止不住了，死死憋着不敢发出哭泣声。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出来救你，我救不了你。
在家门口捡到钱，千万不要花，你不知道那个钱到底是谁丢的。最开始是那天早上，我刚一出门就在门口捡了1块钱，我也没在意。然后第2天早上，我在门口又捡了张10块的，我当时还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连着捡钱。但是第3天早上，我一开门看见地上有张100的时候，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就没捡，而是去楼道里转了一圈，但是也没看着人。说实话，我平时挺谨慎的，知道现在这社会骗子手段挺多的，但是我也没听说过往人家门口扔钱是个啥意思。我寻思，还是把钱给捡起来了。不是我没经得住诱惑，而是我怀疑这钱是假钱，就拿着钱去楼下的水果店找大妈看去了。大妈当时跟我说，钱100%是真的，让我不用担心。我也没多想，就去公司上班了。晚上到了家才又想起这事儿，就上网查了查，也没查到这类的骗术，就早早睡觉了。第2天早上我起得挺早的，说实话，我内心还是有点期待和好奇的，头没梳脸没洗的就出门看去，结果门口啥都没有，不用说什么1000块钱，连1毛钱的硬币都没有。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挺傻的，还想天天捡钱来，天下哪有这种不劳而获掉馅饼的好事。这时候我就发现隔壁老吴家的门开着，还时不时传来几声哭声。我这人挺八卦的，就过去问咋回事。没想到老吴家的儿媳妇告诉我，他家老太太去世了。我就特惊讶的问，啥时候的事儿？昨天晚上我回来还看见他家老太太在楼下跟人唠嗑呢，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他就叹了口气，他家老太太半夜还出去倒动大葱去了，说是怕被人偷了，回来还啥事没有。谁知道半夜睡觉就听见老太太屋里咣当一声，等过去看的时候，就看见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我听完了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安慰了他俩后就赶紧回屋收拾上班去了，因为我怕一会儿男人出来让我去参加老太太的葬礼。我现在可没钱去随份子。晚上回家开门的时候，脚底下却感觉踢到了一摞东西，我低头用手机一照，就看见是一沓子给死人烧的纸钱。当时一看就挺生气的，我还抬头看了眼里面的老吴家，也没看见他家门上挂纸钱呢，这怎么还整到我门口了呢？我挺不爽的，用脚全给踢一边去了。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不知咋的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醒。早上再起来的时候，头也有点疼。推门出去的时候，就听见门底下哗啦一声，好像刮着啥东西了。我低头一瞅，就看见是个装月饼的纸盒，我就挺不耐烦的，一脚踢过去了。可是让我有点没想到的是，那盒子还挺沉，里面好像还装了东西。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那月饼盒子一被我踢开，下面露出来的却是一摞压好的纸钱。要是平时我是肯定不会碰着压着纸钱的月饼盒子的，觉得太晦气。但是今天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因为昨天他家就把纸钱弄到我门口了，今天还特意用个盒子压着，这他妈的是啥意思啊？我就一低头拿着这月饼盒子，结果我一拿着盒子就感觉里面有东西从另一头滑到了我手指头，我就把盒子打开了。但是我一打开就愣住了，因为里面是一打用纸袋绑好的100块钱。当时我也不知道咋想，立马蹲在地上开始点钱，一点完就彻底傻住了，因为里面不多不少，正好是1万块钱。一股凉气一下子就窜了上来，我本能的打了个哆嗦。我第一感觉这月饼盒子绝逼是老吴家弄到我门口的，而且还跟那个刚死的老吴太太有关系。我赶紧把钱放回了盒子里。他家因为还在守灵，门是开着的，我没敲门，端着盒子直接就进去了。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妇正好在厅里坐着，一看是我还有点惊讶，不过我也没客气，直接就问他俩，这盒子是你们放我门口的不？夫妻俩却全跟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的摇摇头。我就皱了下眉，又问那纸钱是不是你们给丢我门口的？他儿子就有点不高兴了，站起来问我啥纸钱啊？你说啥呢？我当时一看他这装逼的态度，我一下火就上来了，就把手里的月饼盒子往桌子上一摔，然后把我捡钱和门口压纸钱的事儿一股脑子都说了。其实我承认我也挺舍不得这1万块钱的，但我也不是傻逼，不知道里面有问题。当时老太太她儿子看到我就一脸将信将疑的打开了月饼盒子，我明显的感觉到他看到那一摞钱的时候眼睛冒光了。但是没等他说话呢，他媳妇开口了，老弟啊，这月饼盒子真不是我们放的，那纸钱也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家买的纸钱都在楼下烧了，而且我们前2天也没往你门口扔过钱。我却看着他有点不相信，真的？他使劲的点点头，但是我却看见他脑门上有细细的汗珠渗了出来，脸色也是变得异常的难看。不过她老公此刻却一个劲儿在底下拽她的胳膊，但是她却突然冲她老公大喊了一声，你别拽我了，你还想贪这钱？你知道咱妈是咋死的不？她的话就像晴天霹雳一般，让我和她老公定在了原地，而她却只是深深的呼了口气，像看瘟神一样的看了眼桌上的那月饼盒子，然后便转身进了她家老太太的房间。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摞薄薄的钱，然后把这钱往桌上一放，就对她男人说，这钱就是咱妈前天晚上在她家门口捡的。男人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惊恐，我却使劲的咽了口唾沫，想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指了指桌上那摞薄薄的1000。女人再次点了点头，看着她那苍白的脸，冷汗唰的一下就从我的后背钻了出来，我感觉头皮隐隐的有些发麻。我知道有种恐惧是无法装出来的，而这个女人的眼中现在充满的就是这样的恐惧。如果让你玩一场游戏，赌注是你的生命，而你只要赢了就可以拿到650万美金，你会玩吗？真有小说写出来了，我正被迫在玩这个游戏。此时我的面前坐了一个人，中间放了一把只有1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开枪吧，枪响，你没死就是胜利。戴着恶鬼面具的裁判催促着我。终于，砰，枪响了，清脆的响声在这个不足10平米黑暗的房间内响起，鲜血伴随着火光喷在我的脸上。我来不及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只知道这一次我赌赢了。面前的一具尸体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内心恐惧到了极点。回想早上正在上班路上的我，突然就被一群蒙面男子绑架。当我重新有了意识，就已经陷入了这场十死无生的游戏。我四肢无力瘫软在地上，门口传来声音，大门敞开，在恶鬼面具拿着枪的注视下，我被迫走出了房间。可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惊呆了。这是一条黝黑的走廊，两旁有着一道道门，而我这道门的编号刚好是50。此时门断断续续被打开，一具具尸体被拉了出来，满地都是红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味。一个个和我一样还活着的人，或迷茫或惊恐地站在门口，他们的身后同样有一个拿着枪的人。我们挤在一起，被迫朝前走去。突然，身后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扭头一看，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男子。最显眼的是他脸上那条长长的刀疤。他凑到我的耳边跟我说：“想活命，你要乖乖听话。我认识你哥哥，你长得很像他。”哥哥，
我瞬间呆住了。我确实有个哥哥，不过在1年前因为一场车祸死了。你认识我哥哥？刀疤男叹了口气，我听你哥哥提起过你，我和他都是去年参加这场游戏的人，很可惜，最后一关他失败了。你叫苏晨吧？你好，我叫李毅。我看着他，点了点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哥哥不是出车祸死的吗？这狗屁游戏又是什么？李毅耸耸肩，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通关所有游戏是唯一能活着出去的办法。我刚想继续发问，前方突然一阵骚动，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大型体育馆里面。此时的体育馆摆放着几十具尸体，强烈的血腥味冲击着我的鼻子，我再也忍不住呕了出来。反观李毅，除了紧锁的眉头，没有一点惊慌。我刚想继续问李毅知道的情况，体育馆内大屏幕突然亮起，47这个数字犹如鲜血闪烁在屏幕之上，广播声随之响起：各位，欢迎来到死亡游戏。首先，很高兴大家能够成功通过选拔赛运气的考验，真正的游戏即将开始。你只要通过全部游戏，累计奖金将获得650万美金。当然，就算你死了，也会有50万美金打入你们家人的账号。50万美金，是不是想想都很兴奋？死了也有50万美金，我不淡定了。我哥出车祸时，肇事者也给了300多万的赔偿，算下来刚好50万美金。为什么？我明明是看着我哥的尸体从被撞烂的汽车中抬出来的。这里面有太多需要弄明白的事情了，但我清楚，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活下来，只有活着才能探查真相。自我失明后，这个每日与我同床共枕的男人竟然不是我老公。书接上文，无意间触碰到老公的手，却发现他无名指上厚厚的老茧没有了，而且他的手比之前宽大细腻了不少。一旦有了怀疑的念头，就开始生根发芽。之前的一些被我忽略的细节都在此刻被无限放大。比如张明不会和我一起睡觉，总会在我睡着之后才躺在我身边，而且我累得昏睡过去之前，明明记得自己是穿着衣服的，结果早上醒来就是光着身子。偶尔几次半夜被噩梦惊醒，我都能感受到从后面投过来的炽热目光。张明根本就没有睡觉，他在一直盯着我。想到这，我开始忍不住浑身发抖。张明应该是注意到了，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感觉到他的靠近，我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但是克制住了。怎么了？不舒服吗？他声音听起来十分关切。我想吃香蕉了，老公。我心思一动，决定试探一下。香蕉？你等下。张明很自然地将香蕉递到我面前。不，你先吃第一口，你最近辛苦了。我抓着他的手撒娇地让他吃第一口香蕉。张明快速地将手抽回，说自己来。我一直注意着他的反应。2分钟过去了，张明居然没有呼吸困难。我手脚开始冒冷汗。我终于确定到眼前的男人不是我的老公张明，因为张明对吃香蕉过敏。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假扮我的老公？我老公在哪？我食不知味地将香蕉吃光，然后以困了为由说要回房。这个男人扶着我的胳膊，搂住我的腰，说带我回屋，指甲使劲扣着我的掌心。我一定要表现得自然，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我躺在床上，张明调好助眠的音乐，将2粒药丸放到我手中。吃完药，早点睡。我知道他在看着我，我只能把药放进嘴里，盯着我吃完后，我听到了轻轻的关门声。我装作和往常一样上床睡觉，我极力抑制住身体的颤抖。在不清楚这个男人是谁之前，我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我明显感觉到靠门的位置呼吸声轻微的加速，虽然隔着音乐，但是我的耳朵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同。我知道我的面前一定有个目光锁定了我，我只能将被子往上拉了一拉，挡住那道灼热的目光。我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呼吸频率，不知道过了多久，细小的开门声才又一次响起。那男人出去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整个人都蜷缩了起来，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我该怎么办？我拼命地揉搓着我的双眼，这该死的眼睛什么时候能看得见？刚刚那个人递给我的药，我只是假装吃了，其实在我手里攥着。我把药偷偷地摸索着扔到了垃圾桶里。每次吃完药，我都会快速地睡过去，从来没有在晚上醒过来。这药一定有问题。门又一次被打开了，张明这次进来的声音没了刚才的小心翼翼，他快步走到我身边，轻声叫我的名字。我极力地控制住眼球的旋转速度，不能让他知道此刻的我是清醒的。张明确认我睡着后，一把将我的被子掀开，手掌从我的头一直摸到我的脚，边摸边不停地感叹：真滑。他的手指停在我大腿的位置，流连忘返，嘴里嘟囔着：就一直这样吧。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恋恋不舍地将手从我的身体上移开，关门离去。我确认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后，整个人虚脱了起来，捂着嘴喘着粗气，泪水再次不停地滑落。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的老公张明又在哪？我要逃！但以我目前的状况，冲出家门一定会被抓住。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不知何时我睡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眼前有微弱的光亮，我仔细辨认，居然是透过窗户的晨光。我隐约能看到外面的景色，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是我可以看见了。我内心狂喜，这样我就有机会逃跑了。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我又重新闭上了眼睛。张明轻轻地来到我面前，老婆，该起来了。我假装像往常一样刚刚睡醒。张明沙哑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老婆，你能看得见吗？我赶忙摇头说看不见。下一秒，老公的脸凑到了我的面前，我忍不住捂住嘴发出了尖叫。怎么会是蒋哲？蒋哲离我又近了一步，目光炽热，用他平常的嗓音说着，老婆，你看得见了。自我意外失明后，感觉老公像变了一个人，其他的细节就更加添加了我的恐慌。那天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依旧一片漆黑。我摸了摸手腕，能清楚地感觉到被绑的痕迹。坐起来的时候，身上还是酸疼的。我摸了摸身边，床单已经凉了，显然老公已经起来了。自从我受伤，无论什么情况，他总是早我一步起床。我感觉上身有些冷，发现昨天晚上睡觉时还穿在身上的衣服，此时已经不知道在哪了。我摸索着衣服，却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今天能看见吗？张明沙哑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我摇了摇头，他语气没有丝毫波澜。出来吃饭吧。
我让张明先出去。听到关门声后，我摸索着找到了我的衣服，却感觉这些衣服的感觉是我之前没有买过的款式，但我也没有在意。突然，我听见门口传来一阵压抑的喘息声。自从我失明之后，其他感官格外敏感，喘息声虽然很轻，感觉尽量是在控制，还是被我听见了。张明居然没有离开，他只是关上了门假装走了，然后在门口偷窥我换衣服。我内心升起一股恶寒，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4次了，但是我不敢表现出一丝的抗拒。1个月前我出了一场车祸，命保住了，只是眼睛看不见了。权威专家都说我的失明只是暂时的，但我心情却一直低落。还好老公张明一直鼓励我照顾我，什么家务活都不让我做，让我谨遵医嘱好好休息。但是从我受伤后到现在也没见过一个外人。张明说不能妨碍我休息，但我心里一直有种奇怪的直觉，而且他每天早上都会问今天能看见吗？他一向脾气暴躁，很少会这么有耐心地询问同一件事情。但这次车祸过后，我发现老公张明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本来我还觉得挺暖心，直到遇到一些细节就增添了我的恐慌。那次我无意间碰到他手的时候，发现他居然在戴着手套。家里也没有什么需要戴着手套的活啊，他戴手套做什么？张明说医生说我眼睛的恢复一定要注意，不能感染，所以他戴着手套保证卫生。直到那天我摸索着走到卫生间，结果一个拖把把我绊倒了，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听到被拖把带倒的卫生间里的瓶瓶罐罐，我条件反射地抱紧自己的身体。张明冲进来的时候，我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只是将我扶起来，语气关切地检查着我的状况。自从我出事之后，张明的嗓子就因为上火哑了。知道之后，我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我刚想说没事，在触碰到张明的手的时候愣住了。他无名指上的茧子去哪了？张明的无名指有一个厚厚的老茧，那是他曾经做苦力的时候留下的，没办法去除，现在却不见了。开始我还以为是我摸错手里，但是2只手都没有。我试图更仔细地摸索，却发现张明的手比之前宽大细腻不少。我还想继续的时候，张明却将手快速地抽走，扶起我的肩膀，走到客厅继续他的工作。坐在沙发上，听着原本让我心安的键盘敲击声，此时我却浑身冰冷。所以这就是他最近一直戴着手套的原因吗？一个让我又惊又怕的念头席卷了全身。这个每日和我同床共枕的男人，不是我老公张明，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